所以你喜欢我？我可以正式开始追你了吗？什么是善意的谎言？就是说真话可能会发生不好的事情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这里应该是我妈最不想也最不该回来的地方。她突然回来，肯定有什么目的。只要我还在，我跟你一起面对。这是 CFI 合同协议书，我强烈建议你阅读一遍才签名。在调查过程中，我们所搜查与采取的相关资料 ，CFI 都会严谨保密。不过我必须声明，只要有触碰到的法律或任何不合法的行为，我们有权利停止调查工作，也有义务协助警方调查。当然，大家都是守法公民。公司里的每个电脑都换过，这台是昨天换的。查出这帮人是谁，把资料全部收回来。定金你们1个小时内收到。这几个月来的疗程，虽然说脑瘤的体积没有什么扩大，癌细胞也没有扩散的迹象，但如果继续疗程，只会消耗你更多的体力，免疫力也会降低，风险相对的就会变高。我已经和其他的医生讨论过你的病历，我们都一致同意，应该停止疗程。这是你的疗程记录。所以我不需要回诊了。当然，你随时可以回来做定期检查，或寻求其他医生的意见也可以。谢谢你，医生。凯乐，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身体。检验报告怎样？医生说有进步，稳定，只需要继续观察。很好啊，好消息。有找到他吗？没，但我正式接了William的案子，会和团队解释，你放心。我今天能请假吗？可以，如果不舒服，休息多几天。谢谢。
你不要以为我不会电脑，就不知道你在我们背后偷查东西。我没有。王子，你私下查什么我不管，但是没有经过批准滥用公司资源，我就有权利知道。再问你啊，不用看他。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。啊，会不会是有人黑公司系统？你呀，还是说实话吧。两个选择：一，我向上头报告，问一下就知道电脑的记录；二，我跟正义说，看他怎么处理。不要再折磨他了，是我叫王子帮我调查的。你为什么请了2个星期的假？对不起，让大家担心了，我会解释清楚。开会。对不起，让你久等了。我们上去喝点东西吧。你的气色看起来比之前来得好，应该是好消息吧？你听说了吧 ？CFI 正式接了我的案子，真的要谢谢你，不然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勒索案。你知道陈丽莲是正义的母亲？你是不是故意让正义接这个案子的？我是，但我不知道会对他造成这么大的影响。你到底是谁？凯乐，你约我出来，就只是想问我这个。你也知道我以前的事，可能我从小就一个人，必须独自生存，习惯把每件事情看待成利益的交换。所以当我知道他们2人是什么关系，我以为正义会为了找他，帮我解决我的问题。凯乐，对不起，我应该事先跟你说。这次案子是关于网络犯罪组织，委托人是间投资公司，被黑客入侵的时间大约1-2个星期前。加密型勒索程序。哎，加密星是谁？老爸，加密型不是一个人。意思是把你电脑里每个档案都改成密文内容，如果你没有解密的钥匙，就永远还原不了档案的内容。就是绑架你电脑重要的文件，然后再勒索你。372比特币现在值多少钱？以比特币现在的价格看来，600万新币。委托人是什么公司？值那么多钱？委托人是 Radio， 赎金一开始是500万，但到了时限，勒索组织加价，也威胁3天内如果没收到钱，会每个小时暴露公司敏感的文件。哼，活该，就让他们铺路啊。600万对 Radio 来说绝对不是问题，为什么要帮他？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是个大好机会。碰面的时候，他很明显在乎被勒索的资料。如果我们顺利破案，一定有他的交易资料或机密。这样就可以知道他谁有勾结，做什么生意，可以向国际刑警通风报信。王子，这些都是从他办公室收回来的资料，看看能查出什么线索。正义，你不觉得这整件事很奇怪吗？当中一定有问题。王子，把那时候查出的照片放上来。好，马上。Radium 唯一的线索是帮他在海外分公司做账的会计师。1个月前，他突然消失，接着就被勒索。黑吃黑，一个比一个卑鄙，下流。
Radium 的会计师陈丽莲。老爸，你认识他？她是我的母亲。建议放心，我没事。我一请假是想看看能不能查出他的下落。有查出什么吗？我知道这件案子可能会为难大家，不过这件事对我来说很重要。如果你们不想插手，哎，少来问我们接不接。 Boss， 你忘了我曾经也是个骇客，如果我不帮你，谁来帮你？耶、什么事？你为什么和他见面没有通知我一声？对不起，我应该通知你一声。我本来就想警告他不要接近凯乐。凯乐，他故意利用凯乐接近我，要帮他解决勒索案子，要不然我怎么可能会见他？这还不够明显是个圈套吗？为什么？因为这么碰巧要找的人是陈丽莲。不要被自己的情绪影响判断能力，这我知道。正义，不要接这个案子，这不可能只是勒索案这么简单。Radium 一定有他的企图。更危险的案件我们都搞得定，而且你也不是常说过吗？不要管委托人的背景。雷，你是不是知道了什么？凯乐，你不是放假吗？我可以确认 Radium 没有别的企图。我刚刚跟他见过面，我用我的能力试探他。我不是说过不要？我知道，你跟我说过以后不要再接近他。可是，他是因为我才会找上你的。至少现在我可以确认，他没有别的动机，他不会伤害你。即使是使用假护照，新加坡这么小，怎么可能完全查不到他的踪影？他已经逃了这么多年，一定有办法掩盖自己的行踪。这20多年来，新加坡改变了很多，还会有可能躲在哪里？对不起，迟到了。没问题。这是从网络安全局那边来的，都有关黑客背景和入境案件的机密文件。哇，真的全世界都有黑客，东欧也有，连北韩都有。这个看你那个天才小弟看得懂吗？看他能不能查得出什么。好，有什么新的发现，我会通知你。哎，需要什么 call 我啊。谢了，阿姐。陈丽莲呢？你没请阿杰帮忙找他的下落？他还是个通缉犯，一查马上就被逮捕，我们唯一的线索就断了。我可能有个办法。喂，我是。我刚刚收到了，我先看一下。对了，你刚提到未公开附属公司是哪一页？我看到了，如果要投资，我一定会找你，谢谢。
那他呢？我再次说明，我根本没有见过任何一位受害者，是他自己一手安排。为了钱，他什么都做得出来，这是他一贯的作风。他以前是我的属下。维涵先生，我是 CFI 的雷颖。雷颖啊，你好，你好，好久不见。你好，我手上有一个案子需要您的帮忙。哦，当然可以了。难得 CFI 需要我的帮忙。你提过 Radium 曾经是你的下属，怎么会牵涉到他？是什么案子？不好意思，你知道我不方便透露。我想调查他的背景资料。需要什么？我们碰面再聊。你现在有空吗？我30分钟后到你公司。对不起。你们怎么会接到他的案子啊？说来话长，我想问问你，他在你公司待了多久？大概2、3年吧。这是当年他的履历，你看看对你有没有帮助？我还记得当时他来这里面试的时候，我就发现这个人非常的聪明，脑筋也转得很快，很敢拼。我当时的生意做得很大，所以非常需要他这样子的人才。可是后来我却发现他做事的手法很不择手段，为了达到目标，什么事情都做出来，好像没有道德底线似的。可是为了做生意嘛，是件好事，能赚钱。可是他又好像不需要这笔钱。我看我永远都想不到他到底想要些什么。所以你就解雇了 Radium？ 没有，是他自己离职的。后来我才意识到，他当初来我这里上班，只是想利用我的人际关系。你说的人际关系是指黑道的人？听说他的生意越做越大，所以现在所有有关他的事，我都避开。来你这里上班之前呢，你知道多少？没有什么印象，好像从来没听他提起过他以前的事。啊，有一个客户是一个旧客户，他一来到看见 Radium 就说他是他的中学同学，而且还叫了他另外一个名字。奇怪，我记不起叫什么名字。可是很明显，这个顾客没有认错人。可是不管他跟 Radium 讲起以前什么事情 ，Radium 都毫无反应，装作不认识似的。你有这个客户的联络方式吗？有，我找给你，等我一下。为什么要改名字？你到底在隐瞒什么？
叫我给老板的。老板。对不起，刚刚遇到朋友。你们聊到哪里？我找到骇客入侵时使用的执行代码，但只能恢复部分的资料。目前看来，他们应该是透过漏洞利用程序获得电脑权限，然后再安装一种蠕虫式的勒索病毒软件，像是几年前的 WannaCry 攻击事件。类似，但这是进阶版的勒索程序，锁定目标后才攻击，用的代码我也没见过。什么是 WannaCry？是2017年全球性的勒索病毒，至少150个国家受到了勒索攻击。是多少钱？不是赚翻了？没多少，少过20万。他们其实不是在赚勒索钱，是向犯罪组织宣传自己的产品和能力。这些也只是传闻，能追查得出黑客的来源吗？我问了几个国外的黑客朋友，他们都说是东欧。你们看这个。黑客写程序的时候，常常会把一些笔记藏在代码里，留给自己或下个程序设计师看。在东欧，这代表笑脸符号，但就只出现这么一次，所以我觉得很可疑。这些都是藏在比较深处的执行代码里找到的。你们看这个 PS 请简化代码，所以呢 Who wrote this? CM She cannot make it. 刚才那个 PS 也就是不好意思。新加坡人写的勒索程序，应该说原创是东欧，然后再给新加坡程序设计师做改造。这也说得通。如果目标是东南亚国家，用当地人也比较有效率。这也解释为什么陈丽莲会出现在新加坡。王子，能确认这些黑客组织就在新加坡吗？我现在就这台笔电，需要从 Radium 的档案服务器里才可能有办法。好，我也安排时间。什么时候去？通知我一声。好。Radium 是大客户，总部要有跟进。好，就先这样，再会。老板，阿南那里交代的。什么意思？原来是你。看起来你还混得不错嘛。别来无恙，丽莲。你到底要折磨我到什么时候？折磨？你这样说我会很难过哎。我很好奇，你帮黑社会洗钱，哪一帮的待遇比较好？泰国昂逸、日本雅库扎还是香港13K？是你警告我不要回来新加坡，现在你又逼我回来。你找过你儿子没？你杀了我丈夫，我还敢吗？那是一场意外，而且我也警告过你了。那，这是现在的他，长得还蛮帅的嘛，可惜脸有点瘦。你要我帮你做什么？走私洗钱？没这么困难。你宝贝儿子现在在一间调查公司上班，他今早正式接了我的案子，我帮了他一点点忙，他很快就会找你了。你到底跟他说了些什么？这你不用烦恼，你只需要顾好你自己，把自己藏好，就当做是猫抓老鼠的游戏好了。如果他逮到你，或是给我发现你偷偷联络了他，游戏马上结束，下场就跟你丈夫一样，一场意外。如果警方逮到你，或者你自首，我会趁你吃牢饭的时候把他杀了。你说过的，只要我肯帮你，你就不动他。
可是现在我改变主意了，可以吗？我倒蛮想看你们母子俩团聚的那一刻，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后，他会有什么反应，最终他会做什么样的决定，我很拭目以待。不要打什么歪主意，哪里都有我的人，你逃不出新加坡。喂，请问是徐小姐吗？我是，你是哪位？我姓陈，是韩先生叫我打给你。他说你在问有关亮杰，关于 Radium 的事。请问你是刘亮杰的中学同学吗？对呀，当年的大新闻你应该也多多少少听说过吧？什么新闻？你可以搜索1997年我们中三那年，刘正豪这个名字你就知道了。你掉了这个，谢谢。你为什么要自己调查罗先生？你不觉得这个是个陷阱吗？所以你才会私下跟他见面。我现在觉得这件事更好玩了。你和他是什么关系？纯粹是客户关系。我说过了，上头要我跟进这个客户，我们只是在聊合约的细节。如果没什么事，明天再聊吧。雷，我们是一个团队。当然。
啦，早餐做好了。哎呦，甜点啊，快点，要迟到了。就算备份了全部的资料，档案还是一样被加密，一样没办法读取。你能解密吗？怎么说？你以前也是黑客？是可以啊，但真的要花很长的时间。多久？大概1-2年。先把服务器里的档案复制出来，能不能解密，我们到时候再打算。好吧。王子，等一下帮我一个忙。鼻子深深吸口气，眼睛紧紧闭一闭，放松全身要休息，轻轻说声我。说声什么？每次我不开心的时候，点点都会念这个口诀给我。谢谢你，一直陪在我身边。你不需要跟我说谢谢。你感觉到了吗？我常在心里想对你说的话。谢谢你，不让我一个人孤独承担一切。谢谢你，是你让我看到人心最美的一面，让我重新学习信任，相信人心本善。谢谢你的出现，让我相信这世界还有爱。点点的口诀，我也知道那最后3个字。我爱你。怎么了？正义，对不起，我一直在说谎。其实我的脑瘤并没有好转，医生说我只剩下不到1年的时间。我一直都知道，你为了保护他们，你每天勇敢地带着笑容，假装一切都很好，宁愿心里独自承担。我也想让你知道，有我。因为没事的，一定有办法治疗，一定有。所以勒索我的是新加坡犯罪组织。哪个国家的组织我还不能确定，但我很肯定黑客是新加坡人。会不会是罗先生的竞争者，还是以前的仇人？多少也一定会有竞争对手，不过都是做正当生意，不会做出犯罪行为。你没有机会查出是哪里发出的攻击，所以需要查看罗先生的档案服务器。当然，服务器就在这里。这里
罗先生，你等一下有时间吗？我想跟你聊一下合约的细节。当然，这边请。罗先生，您怎么会把档案服务器安装在家里啊？我询问过很多网络安全公司，他们都说找防弹主机服务，不然就是自己做好保护措施。我还付了很多钱安装防黑客系统。确实是利用防黑客系统里的漏洞才能入侵。我听正义说过，你曾经给别人系统权限。是的，以前帮我做过账的会计陈丽莲，你们找到他了吗？我们还在调查，如果有进展，第一时间通知你。我先帮他登入系统，你要在这里等吗？你们先忙吧。请问洗手间在哪里？往那边走，最后一间。有一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。什么事？是关于林颖的。我发现他一个人在调查罗先生。他最近行为有点反常，一定有什么事。我会找机会跟他谈谈。他和罗先生之前就认识的吗？罗先生，需要你的登录账号和密码。好的。都被入侵了，没差。不行啊，公司规定。好了。你需要大概多久的时间？哦，至少1-2个小时起跳，让我先看看。那我先不打扰你了。有什么事再通知我。罗先生，可以跟你要水喝吗？你也知道，主机房有温湿度监控，喉咙容易干。最好是瓶装有盖子的那种，如果不小心打翻就糟糕了。他出去帮我拿水，你还要多久？谢谢。你是谁？管家。管家。哦，罗先生呢？
谢谢。房间里没有收讯，要用手机的话，检查完服务机才用。我知道你在计划什么，根本没有黑客入侵，马上撤回委托案子。可是我真的需要 CFI 的帮忙。双重自杀、坠楼惨案，忍心舍弃15岁儿子，你就是这个人，刘亮杰。果然没看错你。我花了这么多心思把名字藏起来，你还是查得出。你为了隐藏你的身份，改名换姓，就是为了要报仇。算是，可以这么说。我很同情你的过去，可是当年是陈立人私通公司的钱，害到你老爸破产，事情才会变成这样的。不要忘了，还有我妈，她也跟着跳。这些都不关正义的事，他也是受害者。谁是受害者，由我来决定。如果一命换一命这么简单，就不算是报仇了。我要他感受我当时感受的痛，体验看见家人自杀。那种无助感、自责、耻辱，全部一一奉还。我也要他们一样，自杀。要怪，就只能怪他是陈丽莲的儿子。你疯了！我会让你得逞的。如果他们知道你的秘密，不知道还会不会相信你的话。你疯了！放手！你知道雷影去哪了吗？雷影比我早离开，我还以为他已经回来了。他手机没开 ，boss， 刚刚有个中年女人来公司说要给你东西。可以说他是谁吗？他最后的位置是在瑞长家附近。那天我不小心碰到他的手，看见他和罗先生见面的画面，他们两个好像之前就认识的。这些都是 CFI 旧案子的调查资料档案。雷影为什么会把这些备份在自己的电脑里？凯勒，这里有你的名字。你也早就知道我有能力，